本周五到下周二，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及长春航空展将在吉林长春举行。空军歼20、运20和运油20等20系列战机将集中亮相。空军3支飞行表演队及2支跳伞队将共舞苍穹。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开放活动将展现空军奋斗强军奋飞10年的建设发展成就，让强军梦飞入寻常百姓家。来看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长春现场发回的报道。周三上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办，其中我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20首次向社会公众展示。运油20作为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近日振翅台海，将首次向社会公众展示。运油20与歼20、歼16、歼10C 等3型战机多次开展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运油20和歼20、歼16的同框照在此与大家分享。运油20大型加油机是我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是空中力量的倍增器。申进科大校还在现场首度重磅展示了运油20与歼20、歼163机同框的照片，引发高度关注。而本次展翅长春的歼20和运20均来自空军首支列装该机型的作战部队，将分别展示多个单机和双机飞行动作，极具实战意义。此次飞行表演的阵容一经公布，便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天之翼2支学院派飞行表演队将进行飞行表演，81跳伞队和蓝鹰跳伞队将进行跳伞表演。今年是建军95周年，也是81飞行表演队建队60周年。81飞行表演队队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共出动歼10表演机8架，表演队员飞行时长均在1000小时以上，都是从一线作战部队遴选的优秀战斗员。近期台海方向实战化演训中，人民空军王海大队、杜凤瑞大队引发大家对战斗精神传承接续的感慨。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提问时，申进科大校现场分享了2张照片，并表示新时代的人民空军已经飞上了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抗美援朝中打出国威军威的米格15战斗机。今年8一前，我看到了这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幅油画，主题就是歼20和米格15同框，穿越时空的交汇，是强国强军的期待，是红色基因的传承。我记得王海老司令家中的书柜里一直摆放着一个歼20战斗机模型，这承载着共和国战斗英雄在新时代强军愿望。老司令员期待人民空军的飞行员飞上越来越好的战斗机，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时隔3年，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再度举办，广大军民都如约而至，翘首期盼。在发布会现场，申进科大校特别公布了一张运油20、歼20、歼16战机3机同框的空对空拍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歼20和歼16分别占据了运油20的2个软管加油阵位，而这3架新型国产战机也均采用了低可视度涂装。这张照片无疑是人民空军实现新时代跨越式发展的最佳写照。军事专家王明志在会后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解读了此次活动的3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这种空军建设发展成就要走进寻常百姓家。空军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离不开全社会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来分享空军建设的发展成就。第二个突出的亮点呢，就是它的时机和新一批飞行员的这个开学，他们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预示着空军的发展离不开新一代飞行员这个核心战斗力的他们的成长。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航空开放活动，增进学员的这种荣誉感、自豪感，增进他们奋飞蓝天要战胜敌人的这种信心和决心。
第三一点呢，就是首次20系列装备密集的在公众面前亮相，体现了10年来空军装备在进入20时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最新成就。从2011年至今，空军已在吉林长春多次成功举办航空开放活动。爬上这个台阶呢，就可以来到1276的驾驶室。那么目前正在上空进行飞行表演的呢，就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的最先进的苏35战机。身后坐着的这些帅气的小伙子，就是今年的新学员，他们正是对追梦空天这4个字的最好诠释。从初教6到最新款的教时都在这里进行展示，展现出我国新一代隐身战机的卓越性能。2018年，异形歼击机首次对公众进行模拟对抗空战展示。2019年，歼20和运20首次在东北地区进行公开飞行表演，双机编队飞行的歼20还首次挂弹向公众展示，引发轰动。航空开放活动不仅可以向民众集中展示人民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军营风貌，增强全民空防意识，促进全民国防教育，也成为讲述空军故事、传播空军价值、展示空军力量的蓝天盛会。当地时间周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月初窜访台湾之后，秦刚首次公开到访美国国务院。中美博弈加剧之际，中国大使与美方外交高层直接会面，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中方强烈反对，严厉谴责，坚决反制。当地时间周二早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前往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晤，时长约100分钟。据悉，双方重点谈及台海议题、两国使馆外交运作等。外界注意到，此次会晤也是8月以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马基以及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克姆相继率团窜访台湾后，秦刚首次公开到访美国国务院。佩洛西窜台后，中方宣布制裁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以及8项反制美国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对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等。同时，中方还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层面全方位对台当局予以反制。最近，美国一些极端的反华议员又提出，所谓的台湾政策法，这个如果真的是通过了，并且拜登签署的话，这是最近1979年以来是美国对台政策最大的一次调整。还有美国和台湾最近又在进行所谓的贸易谈判。对于时隔1年后秦刚再与舍曼会晤，香港中评社的分析指出，正如美国媒体所言，大使外交在关键时刻维系两国关系。此次会见显示双方联系仍未断绝，也都有意愿接触沟通。华盛顿掏空一中政策的进程必须逆转，否则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难以排除。中美两国可能如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警告的那样，或会在梦游般走向冲突，这是中方与东南亚各国都不愿见到的。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那么特朗普当时的一系列的做法，拜登政府包括这个关税啊，包括这个对中国企业的这个打压呀，包括对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抹黑呀，甚至就是说在这个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要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他呢就需要破坏中国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那么台湾呢，在他看来是一张最好用的一个牌，中美关系滑向这个更不好的一边，那么对抗跟冲突的风险呢也在显著上升。上周二，秦刚在华盛顿接受11家西方主流媒体联合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秦刚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挑衅和闹剧。现在美方一些人不仅不认错、不纠错，还试图颠倒黑白、扭转叙事，把脏水泼到中国身上。拜登总统多次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那美方就要说到做到。就中美关系，秦刚强调，希望美方能摆脱威胁恐惧症，不要将美国的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中美要重启合作，美方应认真反思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认真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中国原则，不要采取任何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Sadly, the status quo of China-U.S. relations is very worrisome. It's going downhill. This is because, as I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being misperceived and calculated, and China-U.S. relations now is being driven by fear, not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by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of our countries. Well,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evel of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imply because that China is being seen as a challenge. And simply because that the China phobia is widely spread in the U.S.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基于所谓国安和外交政策等理由，将7家中国科技领域实体列入所谓出口管制名单。这7家实体主要与航空航天相关，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公司等。美国商务部还指出，未来任何供应商若要对以上中国实体出口材料或商品，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据统计，包括新增的这7家，美国已经将约600家中国实体列入了管制清单，其中110多家属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新增实体。最关键的一些领域呢，包括这个半导体领域，包括这个信息技术领域，包括这个很显然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呀，人工智能啊。这个数字经济大数据啊，这个处理这方面的量子计算这些个领域，学术界有一种称法，把它们称作就是说国际竞争的一个硬科技的这些个领域。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已经对这些领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企业、科研院所开展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吧。针对美国国内一些势力近年来持续散布中美脱钩的论调，秦刚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中方不认为脱钩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鉴于中美的体量、影响力和责任，脱钩将损害彼此和世界。Is there any way to get back to a healthier relationship from your perspective? We do not want to decouple. No, we want more exchanges and more cooperation to get this relationship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周三是中韩建交30周年的日子，中韩两国在北京和首尔同步举行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互致贺函，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建交3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韩关系与时俱进、全方位发展。中韩关系之所以能取得辉煌发展成就，在于双方坚持登高望远，在于双方坚持互尊互信，在于双方坚持合作共赢，在于双方坚持开放包容。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长期坚持。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说，我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同尹锡悦总统加强战略沟通，引领中韩双方以建交30周年为新起点，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夯实友好，聚焦合作，共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尹锡悦在贺函中对韩中建交30周年致以热烈祝贺，他希望双方以相互尊重精神为基础，探索新的合作方向，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加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希望双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供应链等经济安全及环境、气变等领域实质性合作，推动取得两国国民能切身感受到的成果。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互致贺电。中韩两国元首这个示范呢，信号呢，大体有4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我们称之为政治性，就是中韩关系的发展呢，是由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发挥政治引领的作用。那么表现了很强的一个政治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性，第三个呢就是全面性，第4个呢就是创新性。就中韩两国呢是2个相邻的国家，同时呢有不同的政治制度，而且还属于2个不同的安全体系，所以要在中韩两国里面保持长期友好、合作、亲密的关系呢，就体现了我们一个非常长期的需要一个大的一个创新性。1992年，在后冷战时代的背景下，韩国时任总统卢泰愚大力推进北方外交，中韩战略互补，决定化干戈为玉帛。1992年8月24号，中国时任外长钱其琛和韩国时任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中韩建交公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初期，双方关系的确立其实相当费力。经济上，中韩市场间只能间接交易；交通上，从东北去韩国还得绕到香港地区。但3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连上3个台阶。1998年，中韩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
2003年再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中韩关系再次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朝鲜半岛问题、韩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方面，中韩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经济方面，中韩30年来合作成果斐然。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3大贸易伙伴国。自2003年以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也是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建交30年来，韩国对华出口出现爆炸级增长，是两国产业互补的生动体现。据韩国贸易协会周二发布的统计数据，去年韩国对华出口总额超过1629亿美元，和中韩建交前1991年的10亿美元相比，增长超过160倍。说明中韩两国这个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特别强，合作的广度深度非常广，而且呢，从长远看，中国和韩国都还具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也意味着两国的发展呢，还会有进一步的这个更大的一个拓展的空间。不可否认，中韩两国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国际形势骤变，中韩关系也面临新的考验。近年来，随着美国进一步推进印太战略，包括萨德问题在内的一些攸关中韩两国利益的关键热点问题也受到关注。今年6月，韩国加入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此外，韩方对是否加入芯片4方联盟、是否加强与北约合作、是否加强美日韩安全合作等问题的态度，均会影响到中韩关系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对华态度。他5月就职以来一直没有提出明确的对华政策，但外界也注意到尹锡悦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选举期间到上台初期，尹锡悦多次强调要基于重视对美国外交及相互尊重原则发展对华关系。韩国媒体认为这具有亲美疏华的意味。但随着执政的推进，尹锡悦的对华政策也呈现出多面性和复杂性。例如，他在佩洛西窜台后赴首尔时，就以休假为由拒绝与其会面。本月上旬，韩国外长朴振访华，行前尹锡悦当面指示，要求韩国外交部积极展开对华外交，不能让中国在供应链问题上对韩国产生误解。如果已经产生误解，要积极向中方解释，消除误解。外界认为，这显示尹锡悦对华外交回归务实路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也对来访的朴振表达善意，双方同意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为双边关系注入更多正面稳定预期，包括商定尽快商签两国外交部门关于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共同行动计划，年内举行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和外交安全2+2对话，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争取尽快达成一致，并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宜开展对话。舆论普遍认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国对外政策仍在发展阶段，尚未成型，仍可能在推进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调整。而中韩关系能够走到今天，关键在于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韩国外国语大学韩中关系教授姜俊英指出，韩国应提出不从属于中美竞争格局的新道路。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外交空间有限，韩中仍应该通过对话切实解决两国间的问题。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金汉全认为，美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也考验韩国的外交智慧。韩中战略对话渠道作为制度巩固下来，对于潜在的矛盾进行事前讨论，将矛盾发酵时对两国关系的伤害减至可控水平。韩国首尔新闻社论指出，韩中迫切需要新的共赢之路。当前的国际秩序与30年前有很大不同。过去韩国坚持的安全美国、经济中国战略似乎再也行不通了。从国家利益和经济安保考虑，韩国有必要在努力强化韩美同盟的同时，进一步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从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坚持这个韩美是同盟关系，是韩国安全的基石。那么中韩是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韩国一直强调是这个均衡外交，就是说它既要发展韩美同盟，也要发展中韩合作伙伴关系，这两个并不矛盾，不能安全和经济对立起来。那么韩国自身呢，也要跳出这个非此即彼这种对立冲突的概念。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分不开的伙伴。中韩两国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也没有所谓不能化解的矛盾。他指出，中韩关系发展潜力无穷，未来可期。
中韩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尽管中韩关系已经站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两国的地理区位优势、经贸合作基础、人文交往纽带等各方面优势还没有完全得到发挥，还有很多潜力可以发掘。自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本月初窜访台湾之后，一些日本政客也尾随窜台。周一，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所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等人窜台3天，并大肆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蔡当局则声称对他们在解放军军演关键时刻来台表示感谢。中国外交部、国台办、驻日使馆等部门相继发声，谴责日本这些政客议员捞取政治私利的图谋，并正告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周二，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国会议员窜台一事答记者问时指出，谷屋圭司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方曾向中方做出过郑重承诺。日本个别政客为谋求政治私利，同台独势力勾连，跟风作秀表演。日本政府放任其政治操弄，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挑衅滋事，不得在台海趟浑水谋私利，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一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敦促日方这些政客和议员吸取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并正告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批评，但一些日本政客就是执迷不悟，仍在借机蹭热度找存在，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误判了形势。如果日方一再逆潮流而动，为美方和台独势力站台张目，最终只会重蹈覆辙，自陷绝境。中方再次严肃敦促日方不要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要给地区和平稳定制造祸端。周一起，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一行抵台，进行3天的窜访。所谓日华议员恳谈会是日本国会最大的跨党派亲台议员组织，其前身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由日本右翼政客岸信介组织成立。1997年5月重新组合成现在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正是借助这个亲台议员平台，开展一系列的挺台活动。此次与谷屋圭司同行的还有该组织事务局局长、自民党众议员木原人，以及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全玉泰等人。在台期间，谷屋圭司与蔡英文、赖清德以及被大陆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等人会面，大谈台海局势与所谓日台关系。谷屋圭司在周二与蔡英文会面时颠倒黑白，声称大陆的军事演训对地区有极大威胁。他还引用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赖清德则对谷屋圭司奴颜婢膝地表达感谢，并称希望未来更紧密合作，发挥印太和平稳定的力量。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谷屋圭司是安倍晋三的亲信，曾担任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在与台当局勾连方面有不少黑历史，是个强硬的反华派。2007年，他拉多名对华强硬派议员搞所谓联盟，扬言牵制中国。2013年，谷屋作为安倍内阁阁僚，公然参拜靖国神社。2021年，谷屋宣称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同时煽动蔡当局开放福岛核试禁令。更为恶劣的是，上周中日在天津进行了第9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方重点就台湾问题向日本发出了严厉警告。日本议员仍在此时窜台，摆明仍不放弃对华玩两手。他们窜访台湾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这个官方背景，所以肯定是不利于中日关系这个健康稳定发展的。实际上不排除他个人因素在其中发挥的这个作用。那么谷屋圭司兼顾了日华恳会长所谓的这样一个职务吧，那么他需要安抚这一派系内部的这个保守派议员的情绪，同时也彰显自己作为保守派领袖议员的这种政治影响力。深圳卫视注意到，谷屋圭司在与蔡英文等人会面时，都提及有关台湾高铁车厢采购案的问题，并大力推销日本新干线系统，希望相关人士从旁协助。他将新干线政治化，称其是坚固友谊的具体象征。
为了进一步推销带货，谷物甚至搬出已故的安倍，声称尤其安倍前首相日前才不幸罹难，未来台日之间更要携手合作，日本也会对台湾高铁持续做出贡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涉及推销新干线的内容，在蔡英文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中被全数删除，涉及高铁车厢采购案部分只字未提。据台媒披露，台铁预计采购12组新车，但2020年2月及2021年1月2度废标。据传就是因为日方开出一组50亿新台币的天价，为现行列车的2.5倍。目前，台湾高铁正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第三方洽谈。实际上，日本高铁在台湾的口碑近年来转差。去年4月2号上午，台铁408次太鲁阁号列车发生出轨事故，造成51人死亡，178人受伤。太鲁阁号使用的就是自日本引进的 TEMU 1000型倾斜式列车。而2018年10月，台湾普悠玛自强号列车出轨，造成死伤超200人的严重事故，涉事车辆也是日本制造的倾斜式电联车。而事故发生后，日本厂商百般推卸责任，称是台铁维护不当。应该说，从近期的日台关系来看的话，日台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虚向实，那么强度也是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半导体和芯片产业的合作上，我们知道，2021年在金产省推出日本半导体战略之后，实际上，日本就加大了对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上的合作。因此，日本议员不断的窜访台湾，实际上希望利用所谓的以政促金的这种方式，来扩大对台的这种实质性的合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方面借俄乌冲突不断加紧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联结，甘当北约全球化战略的跳板，企图实现北约与美日印澳亚洲版小北约的对接，严重危害地区安全格局。北约也借机炒作涉华议题，在6月底出炉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中首次提到中国，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日方则多次表示，将比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在5年内从1%提升到2%。最新公布的日本新财年防卫费预算申请额高达5.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6月底，岸田文雄甚至还参加了北约马德里峰会，是史上第一个参加北约峰会的日本领导人。在会上，岸田表示将增强日本防卫能力建设，并呼吁北约加大对印太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当时针对日方这一表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揭露，日本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的做法，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抱持冷战思维，这只会在本地区挑动阵营对抗，制造对立分裂，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家没有任何好处。赵立坚还指出，口口声声反对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实际上日方是在为自身扩军强武寻找借口，各方对此早就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国内的政坛一直存在的一种声音，就是希望日本能够牵头构建一个在东北亚地区的小北约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那么实际上，日本已经在积极的谋划并部署了相应的安排。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应该说是日本是动作比较大的，而且是走得比较快，积极的谋求一种外部的有利环境来扩大他的军事的走出去。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你有什么观察呢？在中美关系处于微妙时刻，外交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首先，因佩洛西窜访台湾，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美关系一路走低和探底。白宫没有劝阻佩洛西的鲁莽行为，在此之后呢，两国的外交层还是进行了多次的沟通，管控危机，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符合两国以及地区的利益。秦刚大使与美国国务院的沟通是两国外交层进行危机管控的努力。其次，对于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多层面去审视和观察。美国政府的架构和角色分工不是佩洛西窜访台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理由，但是呢，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也是复杂的，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对于佩洛西的鲁莽的行动，白宫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拜登行政当局只能默认和纵容佩洛西，但也能够看到美国必须要为佩洛西的行为负责。五角大楼此前就认为佩洛西访台不是个好主意，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美国国务院系统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务实，双方外交层的沟通并没有中断，构成了外交危机管控的重要的管道和渠道。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刻，任何的沟通和交流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双方的大使，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更是责任重大。最后呢，美国一再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的行为却在掏空和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和共识。中方一直坚持认为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之间在产业、贸易、技术等各个领域已经是深度嵌套在一起了。美国过去几年一直是主动脱钩，拉拢盟国，建立小集团，尤其是在产业链和高技术领域，比如说芯片联盟。其实呢，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半导体产业早已经跨越国界，形成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合作网络。美国搞芯片联盟，其实也让参与方很是为难。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的市场，很多企业的主要营收来自中国。一旦加入排他性的联盟，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近期在对美态度上有所调整的重要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呢，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抽刀断水，是时候要调整政策了。美国泛安全化的对华政策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了。日本议会代表团窜访台湾，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动作频频。您是如何来解读日本未来的战略动向？可以说，佩洛西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日本议员不过是有样学样。当然，除了这些博取眼球的议员之外，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来，其战略动向也是非常的令人关注。借助台海议题，不断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10年日本的政策走向，就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那就是要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而最终还是要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不断的将地区议题安全化，进而在日本国内进行政治动员。安倍也曾提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破坏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日本不断炒作台湾问题，而再次在国内进行政治动员，尤其是以欧洲来类比东亚，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我个人认为，这是日本自近代以来所谓的脱亚入欧的延续。日本以加入欧洲列强俱乐部为荣，以欧洲霸权思维来看待东亚，这也是日本近代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的原因。现在日本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炒作台湾议题，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其战略目标或许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于日本修宪的注意力。除此之外，在俄乌冲突之后，日本强化了与北约的合作。如果说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是通过模仿学习欧洲现代化以及殖民战略，最终确立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的话，那么21世纪的脱亚入欧，日本就是要将欧洲力量引入亚洲，在地缘政治的巨变中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的束缚。两次脱亚入欧都给东亚以及亚太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东亚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历史并不遥远，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发展需要寻找自己的历史身份和本土资源，发掘亚洲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根基，从而避免日本脱亚入欧所造成的悲剧。周二，乌克兰举行克里米亚平台线上峰会，呼吁国际力量支持归还克里米亚。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誓言重夺克里米亚，强调重新获得对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将是最大的反击步骤。他还表示，乌克兰无意停火，也没有计划稳定局势让俄罗斯放心。还表示，在冬季之前，我们想做的还有很多。分析指，泽连斯基语气强硬的背后是美国本月第2次输血。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将宣布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如果落实，那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事援助。
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计划在9月签订新合同，向乌克兰提供性能更强大的弹簧道600型无人机。五角大楼计划在30天内与制造商签订10架弹簧道600型无人机的合同。不过，五角大楼并未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这些装备的具体日期。这一系列的无人机，它最主要的不是用于侦察，它是一种类似于自杀式这个导弹这样的一种作用的。虽然说它的这个攻击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它小快灵，那么特别适合这个携带作战，所以非常灵活，非常有效。虽然说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承认说我不直接参与这样的战争，但是随着这个武器的进一步升级，实际上在变相的已经卷入到这样一场这个冲突之中。俄乌冲突近期的焦点之一是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炮火仍未停歇。应俄罗斯代表团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周二下午举行了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的会议。会议中，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有关当事方保持最大克制。处理核设施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必须坚持科学理性，坚持人道精神，坚持沟通合作。应当超越政治立场，超越敌对分歧，超越军事考量。我们绝不能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的惨剧重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俄乌战争已打满半年，仍在僵持中，您觉得今后战事如何演进呢？梅西你好，俄乌战争呢打满了6个月，仍然处在僵持之中，这是超出许多人的预计。俄方说呢，战争将继续，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普京和泽连斯基呢不会直接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将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收回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呢将自行决定，不与任何其他的国家协商。目前呢没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有关停火的谈判。这就意味着俄乌战争呢将持续。双方呢好像都没有打过瘾，不过呢，这个双方呢都有一些疲惫感。俄方说呀会放慢战争的进程，乌克兰呢在独立日不敢搞庆祝活动，生怕俄军进攻。美国驻乌使馆人员呢也是开始逃离。那么再看看乌克兰背后的支持者，美国呢继续给乌军援，欧盟仍在给乌克兰精神鼓励，美西方呢还在动员这个乌军呢要血战到底。而俄罗斯呢没有退却的意思，在等待这个美欧联盟瓦解，在等待呢美国中期选举以后的政治变局，在等待乌克兰政府的内讧，以便呢继续力量发动冬季进攻。那么相比之下呢，俄罗斯在人力、自然资源和军火库方面呢，仍然是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乌克兰呢主要是靠外援来维持战争。所以啊，这今后战争的进程呢，将取决于2个方面。一是西方能支持乌克兰多久？经过今年的严冬考验以后呢，西方各国政府会不会被本国的选民所嫌弃？会不会呢因此减少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一旦呢乌克兰得到的这个援助减少，那么就很难继续打下去了。而是俄罗斯的军火库呀，能为战争提供多少弹药？有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支持战争？这个美西方呢对俄制裁，那么在这半年的时间呢，好像是没有起到作用，但是从中长期而言呢，对俄经济的打击呢，还是会显现出来的。特别是这个兵力补充呢，对俄罗斯来说也不是一件这个容易的事。我估计啊，这场战争在今年内呢是不会结束的，但是呢，也不会有更大的进展。长期处于焦灼和僵持，恐怕是一个基本的态势。人们都说俄乌战争改变了世界，那么都改变了些什么呢？冷战后的国际格局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俄乌战争呢，的确改变了世界，人们呢再也别想回到6个月前的格局中了。可以说呀，这6个月的战争呢，从6个方面改变了世界格局。第一呢，这个冷战结束后呀，人们普遍的认为欧洲呢不会有战争。科索沃战争呢，也曾经被视为是欧洲的最后一场战争，但显然错了。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呢，给人们的教训是，无论是欧洲还是别的什么地方，这战争呢一触即发。第二呢，战争的形态变了，即便是代理人战争，以前呢是2个大国各自这个背后呀支持一种势力，在某个国家呢进行武力搏杀，但现在啊出现了一个大的联盟来支持一个国家同另外一个国家来开战，支持的方式呢也变了，不用出人，只要出钱出武器，
就能打半年的仗。这呢将改变国与国的平等地位，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呢可能会被迫让渡部分主权，成为某个大的联盟的附庸。这世界呢会更加的分裂，会出现不同的阵营。第三呢，曾经作为世界一级的欧盟，今后呢也就别想独立自主了，更别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了。北约呢因为俄乌战争而团结而壮大力量，这瑞典、芬兰呢主动加入，但是呢欧盟却沦陷了，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上讲，都成了美国的一个小兄弟。第四呢，美国成了世界不稳定之源，不仅自己赤膊上阵发动战争，而且在他国背后拉团伙对战争推波助澜，破坏世界和平。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派呢，恰好也反映出了美国的势力衰退。不自信的大国呢，往往通过发动战争或者是支持战争来显摆自己的老大地位。换句话说呢，这世界已经呢不由美国说了算。美国呢正从冷战结束后的超级强权宝座上滑落，这世界呢呈多元格局。第五呢，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包括军事大国地位都有所损伤。俄乌战争呢达到目前的状况，特别呢是闪电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失利以后，似乎呢显示出俄罗斯的力不从心。这经济实力呢无法支撑其军事强国地位，俄罗斯实力被削弱，或将引发这个中亚、中东、东北亚地区的一连串变化。第六啊，俄乌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将是中美间的竞争加剧。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格局变化呢，将围绕中美战略竞争而展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合作共赢理念和以霸权规则为基础的阵营分割思想将会展开激烈的交锋，并且呢，逐渐的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周一，《纽约时报》爆料，美国政府已经从前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中收回300多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同一天，特朗普一方首次发起法律反击，要求任命特别主事官。起诉书被递到了地方法院法官坎农的案头。巧合的是，坎农正是由特朗普在2020年亲自任命的。但是这则起诉书不仅被坎农打回去重写，也被美媒调侃为漫画式的业余。周一，特朗普发起诉讼，请求联邦法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负责监督审阅从海湖庄园抄走的文件，阻止联邦调查局审阅这些文件。这是特朗普2周前遭抄家后首次对此发起法律诉讼。所谓特别主事官，指的是一名第三方律师。在美国法律界的刑事案件中，若涉案人员担心认为某些证据可能受到律师和委托人保密特权或其他因素的保护，不利于在起诉中使用这些材料，就会任命特别主事官。当然，如果是重大事件的话，美国司法部确实会设立一些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比如说像水门事件。但是特朗普这个事儿并没有这么大，顶多是相当于希拉里邮件门的事件。这样的话，他如果设立独立主事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当然，特朗普这样主张的话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毕竟现在司法部还是在民主党的政府下面。在起诉书中，特朗普认为联邦调查局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阻止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以及阻止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参加11月中期选举。蹊跷的是，特朗普的这一纸诉状并没有递到当初签发搜查令的佛州劳德代尔堡市联邦地区法院，而是递到了距离更远的皮尔斯堡市佛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该法院的唯一法官艾琳·坎农由特朗普在2020年亲自任命。不过，坎农在收到诉状后似乎也不知所措，他要求特朗普在周五前完善其法律论据，以及解释特朗普要求的到底是什么。有美媒评论指，这封起诉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政治指责，而在专业的法律论述方面却很薄弱。But even setting the questionable logic aside, the actual 27-page legal filing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as cartoonishly amateurish. Trump's out-of-state lawyers were even told they had to refile their request to represent him because they did it wrong the first time. The judge even had to point them to a sample document instructing them how to file properly. And much of Trump's filing reads like one of his tweets, as if it was dictated by him personally instead of written by a lawyer.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一般来说，任命一位特别主事官并不违反法律规范，但特朗普居然等了2周才提出要求，这令人疑惑，因为司法部可能已经开始审查这些文件。与此同时，特朗普一方也正发起舆论上的反击。美媒近日曝光一份备忘录显示，白宫方面曾授权美国国家档案馆拒绝特朗普行使任何行政特权来抗拒搜查。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曾在5月致信特朗普的律师。信件显示，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多次试图阻止档案馆让联邦调查局和情报官员审查这些材料，理由是他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这些记录是否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美国国家档案馆多次表示，根据美国总统档案法，总统在任期结束后，其持有的官方资料属于政府财产，必须交给档案馆。档案馆称，已知丢失的文件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给特朗普的信件原件，以及奥巴马在离任前留给特朗普的便条。周一，特朗普的前任律师科恩表示，特朗普保留机密文件是为了在适当时机勒索美国，他将这些文件视为自己的出狱卡。科恩曾于2006年至2018年担任特朗普的律师和私人顾问，被美国媒体称作特朗普的问题解决者。And based on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him, why do you think he wanted to keep those top secret documents at Mar-a-Lago? Well, he's going to use it as a get out of jail free card. It's a way to extort America to turn around to say, if you put me in jail, if you go after, and again, this is my conjecture, that I will take those documents, I will release them to Iran, to North Korea, to Russia. And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take me down? I'll take the whole country down. Because remember, and I've said this with you 1,000 times, Mike. Yeah. Donald Trump doesn't care about this country. No, he doesn't care about anyone or anything other than himself. All right.